指导组吗？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你问问怎么了？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哎，他好奇的事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不，指导组你接驾呀？你看啊，这连柳运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有啥线索？哎，你听为么？就是我呢，等回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查我就不管了，但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啊，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5个人，有2都是11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李文珍，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怎么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暴露的多少。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哎呀，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想当年，敬老桥，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也是喝水。敬老乔，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敬老乔吗？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哎呀，不这一会儿又得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就是不知道以为我倒的。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我好像开始2年多了吧。妈呀，2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了，那你回去找你老张干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他。我不好奇，你好一下。哎，我看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2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下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了。嘿，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你李代理履职2年期间，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怎么了？俩事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2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明白吗？等一下，这辆货车出库的时间是多少？下午2点40分。给我看看那辆白毛的车，入库的时间是几点？下午2点38分。回头货车。别着急，很快就到了。辛苦了，搞这么复杂，有这必要？这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你爸可能没有教过你吧？他是他，我是我。唉，你身上已经流着他的血。昨天晚上，你不是成功的瞒过了警察？这就是天赋。暂时还没有追查到这辆货车的行动轨迹。这么大阵仗，就是为了接个庄文杰？之前是给画，现在是换车。丁生火为了庄文杰费这么大心思，他到底图个啥呀？你说，给画？德耀集团的总裁廖德同，你听说过吧？这个大老板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就是痴迷收藏绝世珍品，钱呐、心血啊，都搁置在这方面。为了守护那些千挑万选的藏品，廖德同请了最专业的保全团队，还配备了人脸识别、步态捕捉等目前最先进的保全技术。放置最珍贵藏品的金库，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开启。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金库。您刚不说这金库只有他一个人能打开吗？那我们怎么进去啊？想要打开这个金库，需要一把特殊的钥匙。什么钥匙？睡莲。
把这幅画卖给廖大头。丁叔，我没弄明白，就算咱们这样，我们还是进不去那个金库啊。我们不用进去，画进去就够了。等等，之前这小子说他是把真假画混在一起，才骗过警察的。这要是我一个人去拿画出了什么差池，他拍拍屁股擦得干净，我可就说不清了。也对呀，那你得跑一趟了，别耍小聪明。别磨叽，开门。别说啊，把这真假画混在一起，还真看不出来。周文杰，你要干嘛？能干嘛？拿画呗。
不是说把真假话放到一起了吗？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你不用吓唬我，真动了我，你怎么跟丁生活交代？那你就把花放好了啊！你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回去解释不清的，兄弟。你又要干嘛？关下窗户，省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再跑到我家里了。行啊，下次我敲门。等会儿，怎么了？年轻人就应该阳光点。宝宝，你他妈又要干嘛，大哥？这么大的东西你就直接拿出去啊？拿包。不对，他们下去了，耗子，剩下交给你们了。我的妈！刚才太悬了，差一点就碰上了。你知道悬啊？他们回来怎么不通知我？我的错。那庄文杰他……我都没时间做记号，我就希望说这孩子能看着我桌子上掀起那桌布那角啊。幸亏人聪明，人比你聪明多了。哎呀，那他找到画了？他们真来取画来了。我昨天刚跟他说完，想要离开黑暗，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在有光的一边。您看，今天这孩子就把画送来了，说明他是有了选择了，我挺高兴。但是呢，追查货车已经没有线索了。丁生活好不容易偷到画，还把它放到庄文杰家，肯定还有什么别的目的。那你能确定庄文杰他没有嫌疑？我不确定，但是我想可以相信他。哎，首先要保证这个大学生的人身安全，画也要保证完好无损。明白。那就按你的计划走。
前提是你必须确保你的安全。我们这次行动的任务就是要明确丁生火他们这帮人最终的目的以及下一步的计划。所以你切记服从命令听指挥，千万不可以自己贸然的去试探他们。听明白的话，你跟司机说就好。哎，把空调开一下呗，闷死了。好。注意安全。又驶向汉门大街了，看情况是在来回的绕。真够贼的。他们停车了，看停在什么地方？在昆明路和葛洪路的交叉口。是一间修车行。那这附近有多少探头？查一下。好，我看一眼。真够贼的，会找地儿啊！这地方的道路监控还没安装呢。耗子，从监控上来看，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他们已经从门口绕了2次都没停，说明这些人反侦查能力很强。当心！庄文杰能收到吗？啥情况啊？2种可能，一种是附近有大功率的电机或者是大型电台，它们的频率和我们的无线信号源接近，阻碍了我们的信号接收。你改写一下频段。终端设备我可以更改，但是在我没有办法跟庄文杰的设备连接的时候，我修改不了它的。那咋整啊？还有一种可能，对方为了防止车辆被定位，提前在修车行里安装了无线信号的屏蔽器。想得这么周全吗？咱们现在监听不到庄文杰，他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默而不染，静而不忧，好话啊！幸亏我之前留了一手，取话的时候这小子还真给我玩猫腻儿。话拿到了就好，细节不重要。丁叔，那接下来怎么办？该对话动手脚了吧？你之前说只要把话送进去就行，难不成是因为廖德同收到话了之后心情好，请你去他的金库参观参观啊？姐，你和你爸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你比他有幽默感。这是什么？这是德国那边研制的新玩意儿，外号甲壳虫，专门屏蔽和干扰电磁信号的，安检仪都测不出来。这么厉害？别看这个东西这么小，只要一启动，30米范围内的安保系统全部失灵，包括金库门口的电磁传感装置。现在全城在找这幅画，廖德恒入手后，必然会选择先存放在金库内，静待风声过去。
开这个网。放心，我会让他完好无损的，不然廖德通那一关也过不去。差不多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俩一块儿去。好，这么快？迟则生变，这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早点送出去的好。但是文杰，你太年轻了，跟老江湖谈生意，你太嫩了，我得教你两招。坐。一辆捷达从修车厂里开出来了，车号是青品3258，还是那个司机，我们做了照相机。收到。B 组跟车，A 组留守。明白。庄文杰、庄明您能收到吗？是这样啊。刚才从你进了修车，我们这边没信号。哎，干嘛？丁生火刚才跟我说，只要我去了，廖德通就能买下那幅画。那这廖德通跟庄耀满到底什么关系？廖德通，查一下。哎呦，反亲你爸了！之前谁信誓旦旦的说没关系了？去之前我总得了解清楚吧，万一他俩是仇人。你们家上辈的事儿我不清楚。你不关心？不过老丁听说了，廖德通信庄耀满，听老丁的，没错。有了，廖德同，德样集团的董事长，咱青城市有名的企业家和收藏家。3年前还开了个私人拍卖行，主要拍卖文玩和字画。那丁生火说的那个什么甲壳虫，真有那么厉害？就藏在那卷轴天杆里，就这么大，它能让廖德同整个安保系统都失效？你想问题有点多啊。老丁的计划肯定万无一失。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行了。我也是担心我们能不能成功的进入金库。既然我上了你们贼船，我就得知道我能不能平安下船。怎么着？到现在还不相信老丁的能力是吗？信，我信。哎，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壳虫啊，什么原理？它就是一个电磁干扰器，其主要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释放高频的电磁波来影响乃至完全破坏周围所有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我们刚才遇到的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产生的效果。和普通的干扰器面积都很大，像这么小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去补课了。你说的没错，丁生火确实厉害，比警察都厉害。昨天那个叫罗杰的警察来我房间里，我2、3句就给糊弄过去了。那丁生火真是神出鬼没，感觉他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我。随谁呢？这是？警察能提前1步，老丁就能提前10步。真等那帮臭警察发现点什么，咱们早就没影了。觉得我们手慢了啊，到现在也不出击，不把这帮人摁了是吧？嗯，是。那就把心放肚子里，别老想些有心没的。你的想法我理解，
现在我们就动手的话，没证据啊，判不了多久啊。你也不希望说没过几年，这帮人就又出现在你跟前儿，又碍你的眼吧？再等等，耐心点，咱们争取来个人赃俱获啊。可花儿怎么办呀？你们卖给廖德同就这么不管了？你脑子有病啊？怎么又提这茬？你放心，我比你还担心那幅画呢。你说话有点怪啊！我知道你怪在哪儿了。感情，刚才不是在冲我说。你他妈是在背后埋怨老丁呢是吧？哎，你脑子有泡吧？这话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大不了我从金库里再给你顺出来呗，行不行？对了，我也问你点事儿。刚才老丁单独嘱咐你和廖德同交易的事儿，到底说什么了？他套你话能小心点。他让我小心点儿。就这？别乱说话。还让我别乱说话，听他的吩咐，一句一句来。我就感觉自己快成一个工具人。是老丁的风格，你老老实实听他的。你要是自作主张坏了事儿，可当心了。跟这位的小伙保持距离。明白。何叔。二位，不好意思，先检查一下。干嘛？有什么好检查的？别紧张，就是走个程序。